我这個一寵地下室現在風水老牛逼，那可以說是左青龍右白虎，來牛在腰間，龍頭在身後。4800開倆凱運盲盒，我跟你們說，就是過去那種開啥死啥的那個時代早就已經過了。就咱家現在的風水，開箱必大賺。讓我們看看第一個是，我雖然沒瞅明白這是啥，但我聞着臭味了。沒事兒，失敗乃成功之 mother。雖然第一個失敗了，但是第二個他媽肯定。哎我去，這味兒比剛才那還鮮點。但我看清了啊，這是個烏賊。俗話說，事不過三。俗話又說，山魚行必有一條是活的。那這條不僅活着，還會仰泳，完了還長爪。哎，這箱魚確定不是個日本海撈的嗎？開玩笑啊，剛才那個魚屬於防腐科的一種，人家那個魚天生就帶角。這第一箱的最後一條魚，打的都得給我來個活的吧？俗話說，幸運的人總是相似的，不幸的海鮮各有各的死法。我覺得他臨死前應該是拍袋喊過救命了。第二箱，我這人沒有別的優點啊，就是適應能力強。我今天已經看慣了生死。哎呀，活螃蟹，你看我就說功夫不負有心人吧，可算有一個活的。先放着，一會兒上鍋蒸了嘗嘗啥味。讓我們來看看第二包。哎，魚活的。而且這種魚我沒見過啊，真長見識了。這個魚的長相，就給我一種不想養，但是也不想吃的感覺。4800呀，最後一包了，來個一包就能回本的魚。這裡頭的魚要麼是中毒死的口吐白沫，要麼他就是給我發了一包洗衣粉。誰說養扒手沒用？降溫效果杠杠的啊，還有預備隊呢。你自己你也知道你自己是热乎了，上那头晾凉了再回来。下一個自己往上爬，自觉點。兄弟們吶，中招了，弱阳。現在是渾身酸疼，嗓子也破了，體溫38度，所以最近幾天呢更新呢，那必須堅持更新。什麼事兒也沒有，給你們更新視頻重要，對不对？等會兒啊，我不敢使勁咳嗽，我嗓子破了。我現在餵鸚鵡我都戴口罩餵，怕給傳染嘍。直接幫你餵得了。那不行，誰餵它記誰。哎，我剛才突然反應過來一件事兒，鸚鵡這玩意兒正常體溫40來度，病毒在它體內活不了啊，好像。草率了，它倆免疫力比我強。另外，我訂的长脊大兜虫超豪華大別墅終於到了，我給簡單布置一下。這是個斜口果凍台，這你敢信？長得如此威武霸氣的甲蟲，居然是個果凍愛好者，每天就是趴着吃、脸處理吃、倒立着吃，以及把果凍盒整個拿下來，然後臉處裡頭吃。我並不清楚昆蟲是否擁有夢想，如果我家這隻蟲子有，那它的夢想一定是長大要當太空人，這樣爺爺奶奶才能可高興了，給他們愛吃的狼果凍。狼，多點關心，多點愛。我不行了，我得躺下去了，渾身疼。大家一定注意身體健康，別中招了啊！今天讓我們家寵物預測一下世界杯冠軍。為了這期視頻，我特意定做了章魚保羅同款道具。我本來合計讓之前連續2次預測準確率為100%的螳螂蝦先預測，但是這小丫頭正好趕這時候蛻皮了，啥也不攻擊，那就讓她老公替她預測一下吧。淺色後背有花紋的螃蟹代表阿根廷，深色後背沒花紋的代表法國。你覺得哪個隊會贏，咱們就打哪個隊的螃蟹啊！哎，阿根廷螃蟹躲起來了，螳螂蝦果然不出意料的選擇了法國隊會贏。再讓我們章魚保羅的親戚张狗蛋來預測一下，雖然他之前的預測準確率為0%，但是我覺得這回他一定能一雪前恥。嘿，他打開了代表阿根廷的盒蓋，並且抓住了代表阿根廷的螃蟹。其實我也覺得阿根廷會贏，沒看出來呀，你還是個懂球的章魚。來握個手，英雄所見略同，阿根廷必胜。嘿，又往我臉上噴水。沒事，阿根廷能贏就行。不一定吧，章魚預測的就沒準過。我覺得螳螂蝦預測的法國會贏。不可能，就算张狗蛋的預測準確率是拉胯了一點，但是阿根廷實力在那擺着呢。那你立個 flag， 法國贏了怎麼辦？法國要是贏了，你讓我幹啥我幹啥，行嗎？行啊，冠軍要是法國的话，你就穿这种服装伺候我一天，让你幹嘛你幹嘛。行，阿根廷要是輸了，我就穿女服裝伺候你一天。說到做到。你們讓我收集的花鳥魚蟲的最後一個空位，蟲在半個月前就到了，就是這小子，長得跟假的似的，瞅第一眼我以為標本呢，
這個是世界上最大的甲虫，叫长脊大兜虫，又称赫拉克勒斯，是由希臘神话中的大力神的名字来命名的。这玩意儿在很多世界级的影视作品里面都出现过，比如下边这个跟我同姓的海賊王路飞，他就曾经抓着过。甚至就连乔巴問他這玩意兒和大鼻毛哪個更好的時候，這老小子居然都猶豫了。由此可見，這玩意兒在昆蟲當中的地位有多麼高。那為啥都到了半個月了，我才發給大家看呢？主要是當時的它剛羽化成成蟲，它還不適應這個新身體，也就是說，俗稱就是它當時半身不遂。適應身體的這段時間也叫蟄伏期。那蟄伏期的甲蟲，我們需要把它用這個濕的紙巾給它全部包裹住。等到它適應了身體之後，會把這些紙撕碎，然後我們就可以正常養了。而今天就是它出蟄伏期的日子。我这有两塊板摔壞了。就這樣，我精心準備的飼養盒用不了了，我決定給它訂一個更大的，在新盒到來之前，只能委屈它了。500年，桑田滄海，萬事也長滿青苔。我居然弄到一條抱卵的藍環章魚！哎呀媽呀，老得勁兒了！前兩天我不盜了個藍環章魚嗎？那當時給擬態章魚嚇得蜷縮在角落一動不敢動。但是今天我發現他倆好像處上對象了。我不知道章魚處對象會有什麼肢體語言啊，但是就他倆這小腰一摟，我要是個單身狗，這會兒我都得研究給他倆做成刺身。這小腰摟的太氣人了。明天把你倆家長叫來，全崗通報，點名批評記大過。另外，我這今天新到了個好玩意兒，特別難得的抱卵的藍環章魚。想想不久的將來以後，它們全部孵化成功，我家到時候就有幾百隻藍環章魚。想想怎麼還感覺有點害怕呢？不過我估計你們也不信我能孵出來。沒事兒，我左下角詳情頁還有100血蛋的禮包，我每天都去練練，順便領福利。畢竟每孵出一隻5星異獸就能領孵化福利，不喜歡吞噬掉還能進階，每升1級又能領進階福利。反正我是咋的也不吃虧，就我這3天集齊648種異獸的能力，孵化你一隻小小的藍環章魚，那不手拿把掐嗎？現在就是說，這個缸裡現在是有1匹擬態章魚和2頭藍環章魚啊，一頭抱卵，一頭沒抱卵。剛才我冷靜了一下。這藍環章魚要是沒孵出來還好，真孵出來的話，我家就有100多隻藍環章魚了。啊，到時候他們再集體越個獄，那我不又得搬家了嗎？那這卵你們覺得我是孵比較好呢，還是把他們扼殺在搖籃當中比較好？你說我閒着沒事整這玩意兒幹啥？我今天必須收拾這小鸚鵡。就我手上沒有奶粉，它不認識我。而且別的鸚鵡像它這麼大都徹底斷奶，它還跟個小 baby 一樣就喝奶粉。斷奶糧放面前不吃，哎，踩着玩兒。但是我總結了一下，應該是沒有人教它這個東西是吃的，在他眼裡只有這個餵食器的形狀，這裡面才是吃的。所以我決定找個鳥來教它。經歷了我栩栩如生的教導之後，他應該知道這個東西是能吃的了吧？What the fuck？ 鳥的問題解決了，草的問題又來了。我養的這堆食蟲植物，那是一天比一天比一天枯萎，我百思不得其解。直到剛才我的腦袋撞到盤子那一刻，我突然就想明白了。現在是冬天，家裡幾乎沒啥蟲子。食蟲植物沒有養分來源吶，所以那就只能抓蒼蠅餵它們了。這一個蒼蠅我找了2點我才找着，不能讓它跑了。哎，抓到了，那就對不起了。5、15、20、2億沒有開。這蒼蠅好懸沒跟着我的肩胛骨一起晃碎。咋不吃呢？死了？這反應速度，你能抓着啥活蟲子？
誰家有死蒼蠅跟我說一聲，我要。今天到了一个集神奇與詭異於一體的生物，外表看似平平無奇，仿佛盤踞在斑駁的城門旁邊的那塊老樹根。石板上回盪的是在等啊！但是，一旦你給它入缸之後，你會發現這盤老樹根居然在動。這一盤仿佛海中微景觀森林的生物叫蟒蛇尾啊，跟海星是近親。當你把它看作是海中的微景森林的時候，你會覺得神奇而又神聖。可是當你知道了它是一個渾身長滿觸手的動物之後，有沒有瞬間覺得好詭異？我現在拍視頻，我後背都是涼的，我就有一種感覺，就是小倩她姥進我這缸，但是加速鏡頭下的她卻是這樣，像一棵海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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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波飄搖，海草。看完它以後，我再看我截角手工產蛋盒裡面的苔蘚，我感覺苔蘚都好像會動。這個視頻是上個月拍的，當時我的截角手工榮幸的產下了2個蛋，但是有一個蛋吧，就是顏色發黃，外殼還稀囊過的。這個蛋就是運氣好了能孵出來小手工，運氣不好的話應該就長毛了。然後我今天一看啊，皇天不負苦心人，它終於長毛了，廢了。更要命的是，看完蟒蛇尾之後，我感覺這個蛋上的毛都在動。愛吃毛蛋的吱個聲啊，白給。嘿，它要進攻了。我去，這玩意兒吃東西太帥了。今兒新到了點活食，我要給這個墨魚缸簡單造個景，咋樣？有沒有點小珊瑚礁的感覺？咱再給墨魚餵個螃蟹。墨魚這種伏擊型獵手，性格非常小心謹慎，但是它的攻擊速度非常之快，有如餓虎撲食、餓狗強食、餓狼。哥，你是不是不餓呀？那螃蟹沒有危險，你也太謹慎了。要麼下回我煮熟了，我再扔你缸裡。不吃人家還衝人家吐舌頭，你能不能有點正心？你屬變色龍的嗎？哦，怪不得我之前養死的墨魚嘴裡面都有2個大舌頭，原來是幹這個用的。這頓剩的活食渣渣裡面小生命不少呢，看小螃蟹、小寄居蟹，這還有個小蝦爬子。嘿，它的前肢跟我家螳螂蝦一樣，是小拳頭啊！啊，這小玩意兒太可愛了，我要重新開一個缸，把它專門養起來，然後它彈我，你敢彈我？給我彈它！我給你能耐的哥們兒，海洋之災稱號沒聽說過呀？別的海域來我家，要麼在來的路上瑟瑟發抖，要麼在來的路上自我了斷。你上來，你哐哐，你幹我2下子，你去墨魚缸裡自生自滅吧，讓你體驗一下什麼叫餓虎撲食、餓狗強食、餓狼。我家這個長得極度像章魚保羅的張狗蛋，之前預測世界杯結果，頭一回就預測錯了。而這個螳螂蝦連比賽細節都能完美的預測出來。今天讓他倆 PK 一下，看誰準。德國對西班牙這場，後背有花紋的螃蟹代表德國，沒花紋的代表西班牙。先讓螳螂蝦上場，你覺得哪個隊會贏，你就吃哪個隊的螃蟹啊？這啥意思呢？一動不動。德國的螃蟹主動選擇了找死，然後一電炮讓人給悶回來了，不科學呀！平時視螃蟹如命的螳螂蝦，今天預測居然無動於衷，我是看不懂了。你們覺得他是啥意思呢？還是讓張狗蛋試一下吧，看看這次他能不能一雪前恥。盒子上的 D 還是代表德國， R 代表西班牙，請鑽進你覺得會贏的那個隊的盒子裡吃螃蟹。上次他毅然決然地選擇了德國，然後德國就輸給日本。反正如果我是他，我這回打死我也不帶選德國的。但是為什麼你又選擇了德國呀？你是德國隊的球迷吧你啊？上次就是因為你選的德國，然後我相信你啊，然後我不就上天台吹風去了嗎？給我凍得大鼻涕浪叽的，現在還沒好，你還選德國？德國就德國吧，西班牙這個螃蟹你沒選，你倒給我呀！你搶啥？就你勁兒大，你除了勁兒大，你還呼呼呼呼，再回噴水，齁死我了！我去！我家新到的墨魚莫名其妙屁股上少塊肉，還有我之前養死的那只也是如此啊！最近這2天我就搁這嘎達尋思，到底因為點啥？突然之間讓我想到了，這個缸原來是養海鰻的。我放了一種叫六線龍的特別愛鑽沙的小魚兒，給這個海鰻處理寄生蟲。後來那個海鰻插上了夢想的翅膀飛上天堂之後，我把這個六線龍給忘了。
肯定是他偷摸給墨魚屁股啃了，看我把他給挖出来。這六線龍啊，我就見着過他入缸那一面，之後就再也沒見到過。但是我確定他肯定在沙子裡，咱們得慢慢挖，別給墨魚嚇得噴墨。哎，就是這小子，半夜黑燈瞎火偷摸啃墨魚屁股的罪魁禍首。我得速戰速決，要不然一會兒又鑽沙子裡了。媽，看不清，哎，出來了，就是他，害得大家以為墨魚是我養死的，把他丟進缸裡餵鯊魚，好像是有點殘忍了。不過死罪可免，活罪難逃，給他扔小鯊魚缸裡吧。咋說也是個鯊魚呢？哎，你看這玩意兒又沒了。這回能洗清我的冤屈了吧？這墨魚啊，雖然已經凍成冰塊了，它真不是我養死的呀！別冤枉我了啊！我真是海洋福音我。另外，我一直覺得我家鹦鹉真是又乖又可愛。哎，直到有一天，它当我面薅我金鏈子。当時的我依舊覺得它很可愛，但是接下來我就聽着了咔吧一聲，它給我薅折了。有誰要養鸚鵡的嗎？能分金斷石的那种。我家章魚之前預測世界杯，在代表德國的盒子裡面抓了2個屎，結果德國1比2輸給日本。大哥，我是讓你預測誰贏，沒讓你預測贏那人得幾分啊！這一下不知道坑了多少人。天台上的風應該挺大的吧？給你個一雪前恥的機會啊！25號那場加納對葡萄牙，你也給我預測一下。保羅同款道具我都準備好了，然後經過了我對他持續3天的魔鬼訓練，最後他終於還是沒學會怎麼開這個蓋。太笨了，人家保羅一下就打開了，我本來還想給你起名叫保羅呢，你這樣的，你叫張狗蛋吧。見名好養嘛，太笨了。這期視頻我要用別的動物來預測。我國古代自古以來就有用龜殼占卜的習俗，咱今天把這個龜翻過來，然後轉圈，停下的時候頭朝上誰就贏。我的屁骨頭好像給我幹裂紋了，不行，換一個預測。我国古代也沒有這麼狠的龜呀，就用雀尾螳螂蝦來預測吧。這個淺色背後帶花紋的螃蟹代表加納，這個深色沒花紋的代表葡萄牙，放一塊對比還是很好區分的。吃哪個螃蟹就代表哪個球隊會贏啊！來選吧。哎，上來先把加納螃蟹给打殘了，然後就開始猛攻葡萄牙螃蟹。這說明什麼？上半場加納贏，下半場葡萄牙取得最終勝利。哎，他又出來打加納螃蟹了，這說明最終的勝利還是屬於加納的。他就是虛晃一槍，看來最終的勝利還是屬於葡萄牙。你又出來聊什麼閒？你跟嘎达聊的啥小子呢？確定了，他最後拖進洞裡的還是代表葡萄牙的螃蟹。應該是這場比賽剛開始，加納會有一個小小的領先，接着葡萄牙一路反超，然後險勝加納取得最終勝利。昨天我說這倆新到的墨魚，如果我沒養活的話，我就吃鲱魚罐頭。結果我今天早上上魚缸前頭一瞅，他倆就是没死，老感動了。餵個螃蟹，這我不得謝過2位大哥努力活着，沒讓我吃當鲱魚罐頭嗎？這螃蟹他倆都不能吃，墨魚這玩意兒開吃老費勁了。我之前養過那麼多墨魚，怎麼就你開食了呢？熬出頭了吧？這不想我養了這麼多墨魚，有噴墨自盡的，有被海螺給咬死的，還有一個下缸2點就沒了的。終於有一個開食了，太不容易了。主要是我不用吃鲱魚罐頭了。來你個快遞。這麼小個盒能放寵物嗎？蘋果14，你不是準備換手機嗎？這左下角遊戲免費送的。玩遊戲還給你送手機？一瞅你就不看我視頻，左下角遊戲送蘋果14說好多回了，登錄遊戏就有機會領手机，好多粉絲都搞到了。真有啊，我也領一個唄。簡單的很，你從左下角下載遊戲，然後進入遊戲首頁，在那兒就能領手機。我這就下一個。哎呦，我突然發現個事兒，他怎麼屁股少塊肉呢？跟之前被海螺咬死的那只一模一樣。可是這只海螺在墨魚入缸之前，我就給拿別的缸裡養了呀。墨魚這玩意兒應該沒有互相攻擊的習慣吧？難道說這缸裡還有我看不見的愛啃墨魚屁股的東西活着？
咋就要吐沫了呢？我心心念念的墨鱼终于到了，激动的心，颤抖的手，打开箱子瞅一瞅。墨鱼这玩意儿最怕的就是运输过程中受惊吓吐沫，沫会坏水，然后就容易缺氧而死。只要它没吐沫，它就是我眼花吗？这俩袋儿怎么好像不一个色儿呢？喷墨了吗？这不？哎，还行，活着呢！哎，赶緊撈出來，給它放旁邊那個袋裡，跟那只墨魚一起過溫過水，適應水之後就可以入缸了。小樣命還挺大，運輸的時候噴墨居然還活着。你咋還有墨呢？趕緊回來！不是，倆袋都有墨。不過這麼個小玩意兒，它怎麼存這麼多墨的？不是，現在不是好奇這個的時候，直接入缸。不行啊，沒適應水質扔缸裡會死啊！完了，這下徹底亂了。還好我剛才臨危不亂，趁墨還沒有散開的時候，把墨最濃的那部分水倒出去了。過溫過水也完成，入缸。墨魚這東西的變色能力真的很強，你看石頭邊上這個墨魚就是深色的，沙子裡面的這隻就是白色的，而且它的觸手居然像腿一樣能走路。你看這個小短腿的樣子。這次啊，我有十足的信心能把它們養活。畢竟吐了2次沫還活着的墨魚，這命得多硬啊！這樣式的我再養不活，我就生吞鯡魚罐頭。前2天不是有個墨魚被我養死了嗎？我把它凍起來了，然後打算等這個鸚鵡長大之後，把這個墨魚骨取出來，給這個鳥磨牙補鈣用。這事兒自打它知道以後吧，它好像飄了。以前它吃飯是這樣式的，現在它吃飯。你把高興的這個情緒表現的真是開懷大笑，笑口常開，談笑就全面。我死個墨魚，你這麼高興好嗎？不過我運氣不錯，又搞到了幾隻墨魚，其中一隻還會噴墨。這噴墨的小子，我不要了，我拿別的。不敢要啊，那隻整回來了，到我家進缸，啪嚓一噴墨，又該像以前那個似的了，一缸墨，水系統直接崩潰。我現在用的還是套缸，他一噴墨。那真是一樁含笑九泉、株連九族的滅門慘案吶！這幾個墨魚現在還在漁場，讓他幫我養2天再發，穩定。高興吧？你又有備用的墨魚骨了。哎呀，你未來的路我給你鋪的是明明白白，但你長得也太慢了，多大了，到現在還不會飛。我有時候真懷疑。喂，門快，玻璃，槍！哎呀媽呀！死狗的奔着牆飛幹啥？你一頭撞死了，那墨魚骨我給誰呀？你回窩待着吧，太嚇人了。哎，章魚居然預測世界杯這個隊伍會贏。12年前，章魚保羅橫空出世，完美的預測了當年世界杯的各種賽事。當時我就立志，大了之後這章魚我也要養一個。12年後，被稱為海洋福音的我終於也養了一隻章魚，讓他預測一下今年世界杯，證明他也是個懂球的。就小試牛刀的先預測一下比較受關注的23號那場德國對日本。你看道具我都做好了，一個 D 一個 R， 代表着德國和日本。接下來就看他決定鑽到哪個盒子裡面吃掉螃蟹，就預測着哪個隊能贏。但是我發現有個技術上的問題啊，我家章魚跟保羅的差距可能不是預測的準和不準，而是他好像不會鑽盒子。不能啊，之前我教過他怎麼鑽瓶子呀，這咋換成方形的就不會鑽了呢？這年輕魚不懂變通，這以後上社會上你不得吃虧呀？也有可能是誘惑力不夠大，每個盒裡再給他放個大蝦，這誘惑力多大，我都想進去吃去。哼，裡面螃蟹都吃上蝦了，他還是不鑽。鑽吶，你再不鑽，那螃蟹一會兒都吃成頂蓋肥了。哎，鑽了，用他那個猥瑣的觸手抓起了大蝦，然後毫不猶豫的用他我也不知道是左還是右的第幾隻手也抓住了螃蟹，並且整個魚鑽到了盒子裡面。接下來咱們揭曉答案，他選擇的是德國，而且蝦和螃蟹他都吃了，看來很有可能是德國2-0勝日本隊呀。行啊，很機智的選了德國隊贏，撿條命知道不？我本來都計劃好了，你要是敢選另一隊贏，我就把你做成魷魚絲兒。別問我為什麼，
哼。